Hello Hello， 大家好，正如你们所见 ，Winter is coming。那麼看到我這麼開心，你們就應該知道，我為了活過今年冬天，我肯定是做足了充足的準備。今天呢，就給大家介紹一下我究竟做了哪一些準備。那麼首先呢，重中之重，我更換了內窗。在寒冷的地區，一般窗戶都會裝兩個，一個外窗，一個內窗。那之前老的那個內窗呢，是1980年的窗戶，那個窗戶框是實木做的，超級重。最重要的還是因為它只有單層玻璃，它的隔熱非常差。那把內窗全部換成雙層玻璃的現代內窗之後呢，這個房子就可以熱量就沒有那麼容易散出去。反正大家都是這麼說的，我就換了。然後呢，我這次其實只換了1樓的幾個窗戶，如果我明年有機會的話，條件允許的話，我會換2樓的窗戶。那麼另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給我最常待的房間臥室裝了一個 FF 檔波。那麼安裝同時呢，我打電話叫來了幫我添加燈油的師傅，讓他把我的油罐通通加滿。屋外的大油罐加滿之後呢，屋裡的小油罐也要通通加滿，全部加滿。等一下我再給大家解說一下这2種油罐有什么區別。耶，裝好了，溫暖小臥室，這個冬天不怕冷。那客廳呢，之前就有一個暖爐，雖然過了很多年，好幾十年了，但是它依舊可以運轉，所以我就沒有換。那大家應該也能看出來，客廳這個暖爐呢，跟我臥室裡那個長得不太一樣。客廳裡這個呢叫熱輻射式暖爐，顧名思義，它是通過把熱量反射出來，讓整個空間的溫度升高的。那我臥室裡這種暖爐呢，叫做熱風式暖爐。這種暖爐呢，顧名思義，它就是通過在裡面加熱，再把熱過的空氣吹出來的一種方式，讓溫度變高。這2個暖爐呢都是 FF 式的，它是通過一根細管子跟外面那個大油桶連接，從那裡取油，並且燃燒的空氣的吸入和排出都是在外部進行的，完全不會消耗到屋內的空氣，所以這種暖爐是非常安全的，你可以一直開，24小時開都沒有關係。朋友們，我這次是真的搞了一個好東西，這是一個遙控器。我的天哪，我怎麼會這麼天才？我跟你們說這件事情天才在哪裡啊？這個東西它本來是給那個燈的開關用的，然後靈機一動，能不能給這個東西用呢？然後我發現它這個東西短了，於是呢我就用之前纏那個水管的生膠帶給它纏了幾圈，這個長度就變得剛剛好了。我再也不用大早上很寒冷的從被窩裡鑽出來，然後光速跑過來開暖氣，再回到被窩裡去了。但是 FF 暖爐這麼好，它有2個弊端。第一是太貴了，第2個弊端是它不能移動，就是你這個暖爐一旦安裝好了之後，它永遠就在這裡了，它不能動。對於某些房間，我們只需要冬天短暫的使用暖爐，可能每天用個1-2個小時，那我們就需要另一種。這種暖爐呢，我也不知道叫什麼，普通暖爐，我們叫它普通暖爐。哦，小玩意兒。OK， 第一步，我們要把這個給油燙口給取出來。加油其實可以手動加，但是我買了一個這個高級的東西，自動停止的電動的加燈油的東西。走嘍，我們去地庫加油，4桶燈油，這東西可重了，我的天哪，我根本提不動，所以就一直放在這裡，需要加油的時候就來這兒加。這個東西呢，這樣一抽它就彈開了。然後我們先用這桶油吧，從左往右一個順序，把這個棒子伸到油桶裡面，把這個放到罐子裡，這應該不用什麼特殊的方法吧？直接這樣卡住應該就可以了吧？聽說它會自動停止，我們看看它會不會自動停止。它如果不自動停止的話，這裡就要爆出來，我就很害怕。看看它會不會自動停止。哦，真的自動停止了，真的自動停止了。哎，但是自動停止的話，這裡剩下的油怎麼辦呢？我看網上說用這個東西
是完全不髒手的啊。这裡的油还能流进去嗎？还是蠻髒的，我说實話，非要我說的話，還是有概率會接觸到油的。這樣它就關上了。然後呢，這個東西它這裡如果直接，哎呦我的媽呀，裝了液體好重啊！如果直接這樣子提起來的話，它應該是不漏油的。如果漏油的話，就是有問題。現在是不漏油的，所以沒有問題。现在我們把它放進去，不對，我應該在我想使用這個東西的地方操作這件事情，不然這個東西就變很重，我一會兒拿不動了。火力切换 ，low， 嗨，给我嗨起来，试试它。好大味儿！刚才那一阵气是什麼情況？哦，好暖和。哈哈，有了它，我的小浴室現在已經是一個溫暖的小浴室了。順便給大家看一下我換的新窗簾，好看不？是不是比之前那個好看多了？呀媽的！那我在廚房呢也放了一個插電的熱風式暖爐。其實這種暖爐呢也有熱輻射式的，而且熱輻射式的呢是不用插電的，非常方便。像之前這個房子裡留下來的那2個暖爐，如果你們還記得的話，就是熱輻式的暖爐。但是我試用了一下，不知道是因為型號太老還是怎麼樣，味道特別大，只要一點了之後，那個燈油味遲遲不肯消散，所以我感覺還是我新買的這2個更好用一些。那麼為了這個冬天的生存呢，我還幹了一件大事，是什麼呢？看看我的身旁。是車棚，哎呀媽，這車棚，我跟你們說，這車棚可太不容易了。我下了訂單之後，遲遲不給我安排公示，我都不知道他們在搞啥子。我也想看挖掘機。其實一般來說，這個流程我是不會去催的，我可以等，這輩子很長，我可以等。但是這個車棚如果不趕緊裝的話，馬上拍到要下雪了。然後我預約那家公司就一直拖，然後發郵件跟我說大変ご迷惑をかけいたしますが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我說申し訳那有什麼用啊？你知道嗎？當時那個緊急的情況是多緊急呢？我如果不催的話，真的馬上就要下雪了。所以我最後還是催了一下，催完的第2天他就給我安排公示了。然後這個車棚建完的第2天就下雪了。你們知道這個嘰哩嘰哩的程度有多麼嘰哩嘰哩嗎？我真的恨透了嘰哩嘰哩的事情。嘰哩嘰哩讓我們的人生很緊張，不要幹嘰哩嘰哩的事情，朋友們。車庫，哇哩，我終於有車庫了，哈哈。裝完車庫第2天就開始下雪了。其實這場雪應該屬於是今年最小的一場雪。哇塞，就下了一會兒，竟然就這麼厚了。你看我的燈在雪地裡面，是不是很浪漫？塌方了，你看對面，你看對面，你沒看到？對面的雪落下來了，剛才落雪。看我的小車車，已經被雪蓋住了。有用的，我跟你說，還是有用的。今天是風太大了。忘記把車的雨刷給抬起來了，現在抬起來還來得及，不然的話明天就會被凍上。哎呦，哇，好涼啊！回去了。哇哦，終於變成北海道了。哦，哇，這是11月份的降雪量嗎？一天晚上我的車已經被埋起來了，有一點用吧。昨天的風是從這邊往這邊吹的，所以這邊是沒有雪的，所以這個車棚還是有一點點用的。OK， 那麼今天呢，我們的主線任務就是組裝我們的除雪機。不要問我為什麼。
不要問我為什麼到下雪的這一天才來組裝除雪機，因為我有拖延症啊，不，因為我太忙了，我真的太忙了，我沒有時間，所以今天才開始來裝除雪機。好可愛的小車哦。启动机器时，按下侧面1的開關。啟動的時候呢，你要同時按着這個。OK， 行きましょう。我操！不是，他為什麼往我臉上噴啊？不是，他就是往我臉上噴，這跟風有關係嗎？當然了，你它吹起來、揚起來，那個風不就在你臉上了嗎？那我這樣吧，那我這樣吧。我的評價是不咋地。我每天就這樣子停車，我就不用鏟雪了呀，因為這條路別人會鏟，我每天就這樣子直接開出來，只需要把我輪子旁邊雪鏟一鏟，我就可以開出來了。怎麼會有這麼機智？幸好我現在開的是這個小輕車。对，你这一根沉得起吗？你先来一根，我和我妹想給這個車棚這一面做一點小改造，希望吹風的時候雪不要那麼容易的進到我的車棚裡來。然後我為了掛這個網子，我買了強力磁吸式的掛鈎，結果買回來我發現這個車棚它不是鐵做的，所以不鏽鋼是不能用磁鐵是嗎？不知道哎，反正買回來之後那個掛鈎不能用，然後我們就勉強用繩子綁了一下這個網，雖然看起來非常的不結實，但其實是有用的。因為掛上這個網之後呢，從此以後我的車再也沒有那麼多雪了。但其實真正的挑戰還在後面，冬天剛剛開始，現在下的雪是今年最小的雪，之後我們再拭目以待吧。